怎么，我不知道还不能走了？田鸡，不要无礼。叶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我唐突了，多有得罪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任天星，道上的都叫我二爷。我只是想要认识一下您这个飙车高手。我是任天凡。对了，叶先生，我看您很是面熟啊，在法国您是不是参加过比赛？法国？没去过，你认错人了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法国参加过比赛？难道真的见过我？好，那可能是我认错人了。既然今天认识了，改天有空咱们一起喝个茶吧。行吧，改天再说。老五，他说没去过法国，你确定没认错吗？不会错的，那次印象太深刻了。当时他被3名顶尖车手围堵在中间，最后照样赢了比赛。姐夫，你真没有去过法国吗？刚才那个人打量你的样子简直了，两眼冒光。没去过呀，他看我，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帅吧。你又来了，转换话题。那你赛车技术是从哪儿学来的？我当然没有出过国，我一直都待在部队里面，哪有机会出国？赛车技术嘛，部队里也可以学呀，而且偶尔也和国外有友谊赛什么的。真的？当然真的了。好小子，昨天的事情老子听说了啊，你真给我们3组长脸。哎，叶璇，昨天的事儿曾金全都告诉我了，你小子可以啊，深藏不露啊。嗨，哪有那么厉害，纯属运气好呗。哼，好家伙，干嘛这么谦虚啊？哎，对了，我这有个好消息，正好要告诉你呢。是不是要把我调到30楼去执勤啊？哼，不是吧？这你也能知道？我觉得16楼挺好的，我就不去了。不过我推荐铁柱上去，他能力强。啊，你不上去啊？上面又不好玩，又没有美女看，我觉得16楼挺好的。哎，你这家伙，你想想，你如果调到30楼去执勤，那可是在总裁眼皮子底下，有事没事都能混个脸熟。要是天天和总裁擦肩而过，指不定哪天还能擦出点火花来，那这辈子都不用再努力了。火花？他那个冷冰冰的样子，谁能擦出来火花？嘘，刘铁柱我会推荐上去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啊要上去一趟，刚才李秘书打电话给我通知你上去呢。我先去通知刘铁柱了，你赶紧去30楼啊。好好，我一会儿就去。等会儿再上去，我先躺会儿。叶轩，不是让你去30楼报道的吗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想去，你告诉徐总裁，我就留在16楼。我的搭档刘铁柱很有能力，可以胜任那个岗位的。我说叶轩，你要知道你可是总裁亲自点名要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争着去30楼呢。我真不知道你还推辞什么。我还是不去了，免得天天都看见总裁那张冷冰冰的脸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马上就答应了。我会经常去30楼，你也可以经常看到我的。你如果不上去的话，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呀。我操，我就是想揶揄他一下，让他翻脸骂我2句，他怎么还当真了？好吧，看在你的面上，我就答应上去执勤好了。不过我要求和刘铁柱一起。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和徐总汇报，你先上去吧，徐总找你有事。静静，昨天晚上我不是说了我不想上来的吗？你怎么这么着急找我上来？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我说叶轩，是不是你给我爸打电话，让你上来执勤的？我是那种会背后跟岳父打小报告的人吗？你是。那就算我是这样的人，那我申请不上来执行好了，岳父那边我去解释好了。你以为公司是菜市场吗？
你想退就退，好好在30楼执勤吧你。对了，昨天上午的事，你抽空去区里的警察局做一下笔录。知道了。哟，这不是肖警官吗？忙吗？等下有空给我做个笔录吗？上次那件事给我整怕了，我现在只信任你，辛苦你了，下班我请客。没问题，不过吃饭就免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应该还记得打伤你的那几名劫匪吧？怎么？这几个人在拘留期间打伤了警员，破坏了监控，跑了。现在这几个人是追不到了吗？他们出了警局，上了一辆接应的套牌车，然后开进了监控盲区。我们正在跟进，但是作为警员，我不能向你透露更多了。但是作为朋友，我希望你注意安全。毕竟最近很多事情明显都是围绕你发生的。你放心，这些杂鱼如果胆敢出现，我一定把他们再收拾一遍。对了，那个被你用匕首刺中的家伙也在医院跑了。没事儿，跑就跑了，先去做笔录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抓回来的。什么？跑了？他们这么多人是摆设吗？对，怎么样？你这边查到什么没有？正好想跟你说呢，昨晚有几个家伙想对我动手，我忙了好久。什么？对你下手？没错，我正准备跟这几个家伙聊聊呢。行，那你先忙，等你有空再给我打电话吧。这些家伙居然能找到暗影的住所，看来对方已经摸了我的底。静姐，姐夫回来了。哼，啊，姐夫，你又惹静姐生气了。冤枉啊，我哪有？紫薇，你过来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叶轩的车哪来的？哦，你说的是那辆法拉利啊，是昨天赢。喂，可别说漏嘴啊！昨天开着你的车子出去，有人说姐夫的坏话，所以就想着有一辆姐夫自己的车。我看他挺喜欢法拉利的，正好带了银行卡。你放心，是2手的。nice 呀，微微，这小理由一套一套的。好啊，紫薇，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。你跟着叶轩，现在连撒谎都不眨眼了。其实是我主动让紫薇替我付钱的，我的。叶轩，男人想要什么，得靠自己的本事赚到手。这样的行为传出去，只会让别人看扁你。哎呀，好了嘛，静姐，咱们先吃饭吧，我肚子都饿扁了。我勒个大去，谁这个点给我打电话？是暗影打过来的，难道是查出来对方什么底细了吗？喂，干嘛？啊，老大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刚到家，准备陪你嫂子吃饭呢，没空。老大，你是不是被嫂子骂了？啊，这么急？行，我跟你嫂子说一声，她比较通情达理。静静，你看，我朋友约我出去帮他搬家，刚被房东提着灯赶出来。哼，你去哪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干嘛跟我说？那怎么行？你是我未婚妻，当然要和你交代清楚，不然你又以为我是出去鬼混。切，哼，我可没承认你是我的未婚夫。快去帮你的好基友搬家吧，再晚一点，怕是你的车子都要替他抵给房东了。好的，我善解人意、通情达理、美丽动人的未婚妻，我早去早回。哼。老大，你来了。怎么样？查出是谁派他们来的没有？黑龙让他们来的，我看这家伙是不知死活，要不今晚干脆让他熄灯算了。这群人看起来是被训练了很久，不像是普通混混。黑龙这家伙，难道背地里有什么野心？这些杂鱼被训练的再久，也不过是咸鱼而已。只要老大你一句话，
别说杂鱼，黑龙也得被抽筋扒皮。这个节骨眼上，还是不要惹是生非。对了，上次那名杀手，你查到什么没有？这家伙销声匿迹了，怕不是被人给暗中灭了口。知道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还有，别拿自己安全开玩笑，再出什么意外，我可不饶你。好，好，好，老大，我这边绝不轻举妄动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喝酒去，我请客。笑什么？没想到是我们吧？有没有后悔当初没对我们下狠手啊？蠢货，既然你们逃出来了，就应该直接走人，逃得越远越好。这会子回来，简直不自量力，后悔的怕是你们才对。想去监狱待着，就快点一起上吧。兄弟们，干他！看哪儿呢？嘿，操，好快啊！小儿科，你们俩愣着干嘛？躺着吧，搞定。喂，你好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好的，我马上派人过去。老实点，上车。叶轩，又见面了。哟，肖警官，晚上好啊。抱歉，这么晚还让你出来加班。加班无所谓了，你还好吧？有没有受伤？4个跳梁小丑还伤不到我。不过看你肯定是急匆匆出来的，我还真不好意思。第一次看到你穿常服的样子，我觉得你不穿警服的样子更漂亮。是吗？好了，这么晚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也注意安全。等等，谢谢你的夸奖，叶轩。这么晚了，静静和紫薇肯定睡了，我得小声点。姐夫，静静、紫薇，你们俩怎么还没睡啊？紫薇，走，我们上楼睡觉。好。紫薇，静静怎么了？又一副臭脸。嘘，静姐不睡觉是在等你啊。等我？等我什么？难道怕我被坏人绑架吗？这小妮子转性了？哎，不管了，去睡觉先。小轩，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。昨天那个之前砍你的黑龙死了。死就死了，他那种外面仇家都要排队取号的人渣，不出事才怪。哎，我说许叔叔，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？许叔叔可什么都没说。如果警察找到你，你可得想好怎么对付。不在场证明有没有？放心，昨天晚上我跟肖英、肖警官在一起，这不在场证明够了吧？那就好。我担心的是，万一肖警官给你做了证明以后，被林家的势力搞鬼针对，我们的处境现在十分尴尬。而且杨家和林家的交情匪浅，别看紫薇和静静是好姐妹，如果我们和林家动手，杨家绝不会坐视不管。两家一旦撕破脸，紫薇也不过是杨家拿来牺牲的棋子。许叔叔，你放心，静静和紫薇我一定好好保护，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们。小轩，我知道年轻人做事是有冲劲的，咱们不能主动出击，但也不能被动挨打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懂了，谢谢许叔叔提点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轩哥，你怎么到总裁办公室了？嗨，许总看我把他女儿保护得这么周全，说要感谢我，想招赘让我做他女婿呢。哎，小声点啊，总裁还在办公室里呢，这话是被听见，咱们工作可就没了。我这保安工作做得这么好，开两句玩笑不至于被辞退的。哎，轩哥，你的过硬本事可不是人人都有的。